小陈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怕不怕接电话？怕，特别是陌生号码。手机一响，上面是一串我不认识的数字，我第一反应不是接，是先看着它响。那你等他响完，我等它响完，然后我去搜一下这个号码是干什么的。那要是真的有急事呢？那对方会再打一次，或者给我发个消息。你看，我们现在都习惯发消息了，打电话反而成了一件很大的事。我跟你差不多，我宁可发20条消息，也不想打一个电话。因为消息可以慢慢响，电话不行，电话是马上就要说话。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个，今天说的是用中文打电话。我是小雨。我是小陈。我们刚才说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中国人，用母语打电话都有点紧张。那你想一想，一个正在学中文的人要用中文打电话，那是什么感觉？那真的是很大的一关，而且这一关很多人一直在躲。我们先说说为什么打电话这么难。我想第一个原因是你看不见人。对，面对面说话的时候，你其实不只是在听，你在看他的嘴，看他的手，看他的表情。他说了一个你不认识的词，可是他的脸告诉你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这些在电话里全没有了，就剩一个声音。第二个原因是你不能回去再听一遍，视频可以往回拉，语音可以再点一次，电话不行，说过去就没了。第三个原因最狠，对方不知道你在学中文，他以为你是中国人，他就用平时的速度说，一句接一句，中间还不停。而且打电话的人常常在外面，外面有车的声音，有风的声音，有别人说话的声音。所以你听不懂，真的不是你的中文不好，是这件事本身就难，难在他把所有能帮你的东西都拿走了。我想先把这句话说在前面，你在电话里听不懂很正常，中国人打电话也经常听不清，也经常要问一句你说什么。对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从最开始的那个字说起，接电话第一个字说什么？就一个字，喂。对，就是这个字。可是这个字课本上教的读音跟大家平时打电话用的读音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课本上说它是第4声，就是喂鸡、喂鱼、喂孩子吃饭的那个喂，声音是往下走的。可是接电话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人用往下的那个，大家都会把它说的往上走，听起来像是在问你在吗？你能听见我吗？对，往下的那个听起来是在叫人，有点凶，像是在喊，喂，你过来。往上的那个是在问，那才是接电话用的。你要是记不住这么多，就记住一件事，接电话的第一个字，声音要往上，不要往下。而且很少有人只说一个喂，一般都会跟着一句你好，喂，你好。这个我小时候没人教过，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样说的。那接完这一句，第二句说什么？看情况，如果是别人打给你，你就说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哪位？就是问对方是谁，很客气。如果是你打给别人，那你要先说你是谁。你好，我是小陈。这一点特别重要。中国人打电话一般不会先问对方是谁，而是先报自己是谁。因为对方可能没存你的号码，他接起来是一脸问号。你先说你是谁，他心里就定了。那如果是打给不太熟的人，比如打给一个公司，那就多加一句，你好，我是小陈，我想问一下你们那儿的事。这句话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请问。请问就是我要开始问了，你先准备一下。你好，请问，这句一出来，对方马上就知道你要说正事了。那接下来是今天最有用的部分，哪一部分？听不懂的时候怎么办？这个才是真正救命的，因为你不可能全听懂。那怎么办？重点不是听懂，是怎么让对方再说一遍。
我们给大家3句话，就3句，记住了就够用。第一句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听清，您再说一遍好吗？这一句最标准，最有礼貌，里面的关键是没听清，不是我不懂。这两个有区别吗？区别很大。你说我不懂，对方会开始给你解释，会说的更多更复杂。你说我没听清，对方就只会把刚才那句再说一遍，而且说的会慢一点，会大声一点。所以永远说没听清。这是一个小办法，可是特别有用。第二句，您能说慢一点吗？这一句要早说，别等到最后。电话一接通，你就可以说不好意思，您说慢一点好吗？对，一开始就说比听了3分钟以后才说要好。第三句是我最喜欢的，我这边信号不太好。这一句太好用了。你想，这句话把元音放到了外面，不是我听不懂，是信号不好。对方一听，马上会说，那我大声一点，或者我慢一点。而且这句话是中国人自己天天在用的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信号不好，有的时候只是想让对方再说一遍。我们把这3句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我没听清，您再说一遍好吗？您能说慢一点吗？我这边信号不太好。这3句你在任何一个电话里都能用。那我们再说一个具体的，电话里最容易听错的东西是什么？肯定是数字。对，就是数字。时间、价钱、房间号，还有最麻烦的电话号码。中国的手机号是11位，一口气念出来，别说学中文的朋友，我们自己也记不住。所以中国人报号码有一个习惯，会分成几段来念，念3个停一下，再念4个再停一下。而且是一个一个念的，不会说138，会说138。这里还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，数字1在电话里不读1，读1。读成1吗？对，1，因为1和7的声音有点像，在电话里更听不清，所以就把1说成1，这样就不会弄错。这个是很早以前打电话就传下来的习惯，现在报号码、报房间号，大家还是这么说。所以你听见对方说138，别愣住，他说的就是138。那要是还没听清呢？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办法，你把听到的重复一遍。您说的是138，对吗？这一招在中国用的非常多，不只是号码、地址、时间、名字都可以这样。因为你重复一遍，对方就会帮你确认，他会说对，或者说不对，是3不是4。这个比说我没听清还快，因为对方不用整句再说一遍，只要改那一个字就行。我们把这句也记下来，您说的是什么什么，对吗？那我讲一个故事吧。我认识一个学中文的外国朋友，就叫他大卫吧。他在中国工作了1年多。中文说的怎么样？面对面说得很好，能开玩笑，能聊天。可是他有一件事一直不敢做，就是打电话。1年多都没打过。他想了很多办法躲，要订饭店，他让同事帮他打，快递打来电话他就不接，让他想完，然后发短信问。我听着就觉得累。后来有一次躲不过去了，他要去看一个房子，房东只留了一个电话，房东岁数大了，不用手机聊天。那他打了吗？他在打之前做了一件事，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学。他先在纸上把要说的话一句一句写下来了。先写下来？对，第一句，你好，我是大卫，我想看一下您那个房子。第二句，请问今天下午方便吗？第三句，好的，那我几点到？他等于是先写了一个稿子。对，而且他还写了一句，我这边信号不太好，您能说慢一点吗？他连这一句都写上了。他说他知道自己一紧张就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所以要提前写好。那后来打得怎么样？前面很顺，他把写好的话都说了，中间房东问了一句他没听懂，他就照着纸上念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听清。房东就再说一遍。
房东不但再说了一遍，还说得特别慢。房东听出来他是外国人，反而很高兴，说：“你中文说得挺好啊。”这一句一定让他很开心。他后来跟我说，挂了电话以后，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他说：“我在中国1年多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真的会说中文了。”我特别懂这个感觉，因为电话是最难的，你把最难的那个做成了，别的就都不怕了。那我们说几个最常见的电话吧。好，说说日常最容易碰到的。第一个，外卖和快递，这2个电话可能是你在中国最常接到的。而且这2个电话有一个特点，说话特别快。因为他们一天要打几10个，每个电话都是一样的内容，说到后来就变成一句了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他们说的话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。我们数一数，第一句，您好，您的快递到了。第二句，您在家吗？方不方便下来拿一下？第3句，我给您放门口，行吗？或者我放在楼下那个柜子里了。就这几句，你把这几句听熟了，以后接到这种电话，你不用全听懂，你听见几个字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。那怎么回？更简单，在家就说我在家，您上来吧；不在家就说我不在家，您放门口吧。还有一句最万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。对，实在没听清，先说好的谢谢，然后下楼去看一眼。外卖也是一样，您好，您的外卖到了，我在楼下。你回一句好的，我马上下来。这几句就够了，真的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小演示吧。演什么呢？打电话订位子，这是最容易开口的一种电话。我们把它从头到尾走一遍。我来演饭店的人，你来打这个电话。行，我打。喂，你好。您好，这里是老王川菜馆。你好，我想订个位子。好的，请问您几位？我们4位。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7点。好的，今天晚上7点，4位。请问您贵姓？我姓陈，尔东陈。好的，陈先生，您留一个电话吧。好，我说慢一点啊。停，就到这儿。大家听出来了吗？这个电话从头到尾，打电话的人只说了几句话。我数一下。你好，我想订个位子，我们4位，今天晚上7点，我姓陈。就这几句，而且这几句是可以提前写好的。剩下的全是饭店那边在问，你只要回答就行。这就是我特别推荐从订位子开始练的原因。你不用主动说很多，你只要能听懂3个问题：几位、什么时候、贵姓。而且这3个问题每一家饭店问的都差不多。你打过3次以后，闭着眼睛都知道对方要问什么。刚才那个电话里有一个词，我想单独说一说，贵姓。请问您贵姓？就是问你姓什么，是很客气的说法。回答的时候有一个老一点的说法，免贵姓陈。免贵这2个字意思是不用那么客气，不过现在很多人也直接说我姓陈。那学中文的朋友怎么办？名字里没有姓，或者姓特别长。这个简单，你就说你名字里最好念的那一部分。比如你叫大卫，你就说我叫大卫。因为对方要在电话里记下来，所以越短越好念就越好。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聪明的做法，有的外国朋友会给自己起一个中文名字，专门用在这种时候。打电话订位子、拿快递，报一个中文名，对方一下就写下来了，两边都省事。那反过来，你没听清对方的姓怎么办？中国人有一个办法，会把字拆开说，比如姓张的会说弓长张，姓吴的会说口天吴。因为很多姓的读音一样，只有拆开才知道是哪一个字。你听见有人这样说，别慌，他不是在说什么难的词，他只是在告诉你他的姓是哪个字。你也可以直接问一句，是哪个字？这句话中国人天天在用。那我们说下一个场景，请假。这个就要正式一点了。对，给老板打电话，说自己今天不能上班。
这种电话有一个规矩，别说太多。为什么不能多说啊？因为你说的越多越像编的。中国人打这种电话一般就3句。你说说看。第一句，王经理，我是小陈。第二句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可能去不了公司了。第三句，我今天在家把手上的事处理完。这3句里面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。对，因为老板真正关心的不是你为什么不来，是今天的事有没有人管。这个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你只说我生病了，老板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。你加上一句我会处理，那个问号就没了。那如果对方问你怎么了呢？简单说就行，有点感冒或者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不用讲得很详细。中国人在这种事上其实不太追问的。我们再说2种电话是你一定会碰上的，但是完全不用紧张。是哪2种？第一种，打错的，你接起来，对方说了一大段，你发现他要找的根本不是你。这个太常见了，这种时候一句话就够，不好意思，你打错了。说完就可以挂，不用解释，也不用道歉半天。那要是你自己打错了呢？也是一句不好意思，我打错了，对方一般都会说没关系。第二种是卖东西的，推销的。这种电话是真的多，问你要不要买房子，要不要办保险，要不要学英语。这种电话最容易让学中文的人紧张，因为对方说的又快又多，中间还不停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这种电话你根本不用听懂。对，你只要说一句我不需要谢谢，然后就可以挂了。这不算没礼貌，我们中国人也都是这么挂的。有的人连这一句都不说，直接就挂了。所以你听见对方一上来就在介绍什么东西，语速特别快，你心里就可以放松了，这个电话不用听懂。说不定这还算个好消息，你终于碰到一个不用听懂的电话。还有一个场景，我觉得是最难的，比请假还难。打客服电话。唉，这个是真难。你打过去，先不是人，是一个机器在说话，而且说的又快又长。查话费请按1，办理业务请按2，人工服务请按0。你还没听清1、2就过去了。我教大家一个办法，很多人都在用。你说，我听着。你要是听不懂那一大段，你就一直按0。0一般就是人工，就是找真人。这个办法我也在用。而且不用不好意思，很多中国人也听不清那段话，也是直接按0。那接通了真人以后呢？接通以后就好办多了，客服的话说的比较清楚，而且他们受过训练，你说慢一点，他们真的会慢下来。而且你可以先说一句，我的中文不太好，麻烦您说慢一点。这句话很多人不好意思说，其实一说出来，后面全都轻松了。对，把这件事说出来不丢人，反而帮了你自己。那我们说最后一个小事，怎么挂电话？挂电话还有讲究？有，而且很多外国朋友在这里觉得奇怪，事情说完了，中国人不会马上挂。对，我们会再说好几句。你听听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就这样哦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就先这样。行，那不打扰您啦。好嘞，再见。你看，事情早就说完了，可是我们还要来回3、4句才挂。因为一说完就挂会显得很急，好像不想跟你说话。那这些句子里最好用的是哪一句？我觉得是那就这样啊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说完了吧，我要挂了。它是一个信号。你听见对方说那就这样啊，你就知道这个电话快结束了。你回一句好的，再见就可以了。还有一句更客气的，用在给不熟的人打完电话的时候，那不打扰您了。这句特别好，意思是我知道我占了您的时间，我现在还给您。那今天说了这么多，我想把最重要的一件事再说一遍。你说说看。别等到准备好了再打电话，
因为那一天不会来的。这一点我特别同意。你越躲越怕，你越怕就越躲。那怎么开始呢？我的建议是从最简单、最不重要的电话开始。比如说呢？比如打给一家店，问一句你们几点关门，就问这一句，问完就挂。这种电话就算说错了也没有关系，对方不认识你，你也不会再见到他。或者打给一家饭店，问今天晚上有没有位子，也是一句话。先打这种一句话的电话，打上几个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打之前把要说的话写下来，就像刚才那个大卫一样。不丢人。我们中国人打重要电话之前，也会先想一想怎么开口。打完以后，你还可以做一件事。是什么事？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回想一下刚才哪句没听懂，把它记下来。下次同样的话再来，你就听懂了。因为电话里的话是有限的，来来回回就那些，你记下来一次就少一次。我们今天讲的那3句，你现在就可以写下来贴在手机上。不好意思，我没听清，您再说一遍好吗？您能说慢一点吗？我这边信号不太好。有这3句，你就能撑住任何一个电话。撑住就行，不用完美。说得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对了，小雨，那你以后还怕接陌生号码吗？怕，我还是怕。那你刚才讲了半天。可是我现在知道了，怕归怕，接起来说一句喂你好，就已经开始了。说得对，最难的永远是按下那个键之前的那几秒。如果你也有过用中文打电话的经历，不管是顺利的还是尴尬的，都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来，我们都想听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